重生回到高中时期，你在照看自家开的超市时，却在监控下发现一位容貌清丽的少女正在偷拿货架上的商品。拍摄证据后，你并没有选择报警，而是将其带到仓库内，只因少女跟你是一个学校的，名叫白青夏，高冷生人勿近，冷面校花，通通是她的代名词。只是别人眼中那不可亵渎的白月光，今天竟以这种方式被自己逼到了墙角里。你默默告诉自己，今天无论如何也不能放她走。前一世白青夏在超市里做了同样的事情，但你顾及对方面子，选择了视而不见。结果白青夏出门后就遭遇了一场车祸，这件事成了你心中的钉子。倘若那天你拦下白青夏，后面的惨剧就不会发生。所以这次你要拖延时间，要对校花进行严厉的批评教育。此时你坐在她面前的椅子上，指节用力敲着桌子，拿了什么拿了多少，都掏出来吧。白青夏抬头，长长的睫毛轻颤，着眼眸中已经泛起点点泪光，但她没流眼泪，也一句话也不说，只是沉默片刻，便拉开书包的拉链，走到桌子边，将装进去的3个面包都拿了出来。你看了眼，忍不住在心中暗骂一声笨蛋，拿的竟然都是最便宜的面包，偷都偷了，还不偷点贵的？你偷个鸡腿和香肠也行啊。将面包都拿出来后，白青夏将书包张开，示意给你看，证明里面已经没有了。确实没有了，在监控画面里你也只看到他就拿了3个面包，但你摸不清楚车祸的具体时间，总不能现在就放白青夏回去。为了拔出心中的那颗钉子，你早就想好了，今天就是留他在这里过夜都行，只要他能安然活过今天。反正在学校里自己就是别人眼中的坏学生，坏学生的秉性更坏一点，那也无伤大雅吧。你拿起书包看了几眼，不相信的将里面的东西都倾倒在了桌子上，噼里啪啦一大堆东西落下，课本、暑假作业、文具以及破损的文具袋。原来平时他桌子上放的那个漂亮的粉色文具袋下面是破损的，倾倒到最后，一个皱巴巴的黑色塑料袋掉了出来。你打开一看，里面只剩一片白色的卫生巾。白青夏小脸一慌，立即冲上前，将塑料袋紧紧攥在手心，并快速地丢进了书包里，然后用力地将自己的书包夺了过去。撕拉，书包带子被挣断。看着那绽放出来的与书包本身颜色不同的凌乱线头，你也才发现，原来他的书包带子早就断了，只不过缝上了，但是现在又断了，没了，就3个面包。白青夏抬头，很是无力地瞪着你，红红的眼眶使得他这副清纯面容更加的楚楚动人，惹人怜爱。只是这眼神好凶啊！你瞪了回去，你还跟我凶上了是吧？再凶也不能放你走，我要看到你白青夏安然无恙地出现在我的高3生活中，看到你以学霸之姿征战高考，拥有新的鲜活人生。你故意无视了书包的破损，将其重新夺了过来，随手丢在桌子上。你当我好骗啊？背个书包进来就偷了3个最便宜的面包。你朝着白青夏逼近，后者连忙低头，像个被欺凌的少女似的向后倒退。纵使她平时清冷高贵的就像躲生人勿近的孤傲雪莲，但此刻在你这个不讲道理的大灰狼面前，也只能无奈的沦落为一只待宰的雪白羊羔。直到后背撞在墙上，白青夏惊慌失措的抬起小手缩在身前，她回头看了眼，你退无可退。很久没做坏人了，你也有些生疏。你低头看着少女鼓鼓囊囊的校服，胸口质问道：这里鼓鼓的，是不是还藏着东西？白青夏立即抬手护住胸口，美眸紧紧盯着你，羞恼的否认：没有。你潇洒抬手，不愿听解释的后退着拉开距离，自己把拉链拉开，别等我动手，或者说你想等明天学校里宣扬这种事？震惊！品学兼优的学霸白青夏竟在超市里当小偷，被正义的学渣陆远秋打了个正着。你表情夸张的晃着脑袋。白青夏闻言瞬间慌了，别说，他抬起鲜白的五指，摸向脖子处的拉链，缓缓拉了下去，雪白纤细的脖梗露了出来。你看到了里面因为洗的次数太多，已经发皱的 T 恤领子，以及领子下露出来的半截精致锁骨。他的皮肤真的好白，但下一刻，随着拉链落下，鼓鼓囊囊的圆胸终于跳了出来。你低头盯着，你第一次知道，原来校服下的空间如此宽广，宽广到足以容纳世界的东半球与西半球。白青夏双手颤颤巍巍的朝两边展开校服，露出身前的景象，眼眶通红，目光屈辱的开口：看清了吗？没藏东西。你又凑近了些观察，宽大的校服里没想到隐藏着这么纤细的腰肢，但是 T 恤明显小了，腰部还好，在网上就显得很紧绷。切，你咂嘴心里舒坦了很多。白青夏应该没什么感觉，但你还是想把这一幕做给他看。你要跟我说什么？白青夏抱着书包重新走进来，你没说话，从收银台里绕了一圈，随后走到他面前，从手上拿出来一个粉色的发夹，轻轻地夹在了他散落下来的发丝上。夹完后，你还上手轻轻弹了下，十分满意。这张漂亮的面庞配上这枚粉色的发夹，显得更清纯，也很青春。白青夏怔怔地抬头看着眼前的少年，看着少年对他露出的笑容，甚至忘了开口拒绝。好一会儿他才反应过来，连忙取下发夹递到你的胸口，我不要，这是谢礼。你开口将他雪白细嫩的小手重新推了回去。见白青夏一脸茫然，你解释，去年竞选体育委员的时候，谢谢你投了我一票。白青夏表情很意外，他葱白的手指攥着这枚粉色的发夹，漂亮的眸子里眼神已经开始躲闪了起来。几秒钟后，白青夏立即将发夹塞回到了你的手上，然后扭头逃跑似的离开。哎，路上慢点，用走路的，敢在马路上跑，我明天就去学校举报你。你拿着发夹追出去了几步，白青夏没回头，不过还是听话的放慢了脚步。你算是看出来，不管可信度高不高，只要偷东西被举报这个威胁一说出来，对他就绝对有用。嘿嘿，下次倒是可以用这个威胁跟他玩点刺激的。想到这，你默默扇了自己一巴掌，真行，人家小姑娘还差1岁成年呢。你看着手中的发夹疑惑的开口，投了我就投了我呗，这有什么不好意思承认的？难道给我投票这件事很丢人吗？还是说他在害羞？自言自语完，你将发夹装进了口袋里，等明天开学后再找机会把这份小小的谢礼送给他吧，希望能看到他顺利出现在班级。夜幕降临，回到家，你在玄关换鞋，突然就听到一道浑厚的声音从客厅传来：陆远秋，明天开学了，暑假作业写完没？你探头一看，发现一个中年男人正一脸严肃地坐在桌边，是爸爸陆天。你一脸懵，有暑假作业吗？话音刚落，陆天直接抄起了手旁的晾衣架，气势汹汹地冲来：就你这个学习态度，我看你明年怎么考上大学？妈妈苏小雅一下子没拦住，埋怨地拍着大腿，又打孩子，好好的孩子也被你打傻了。妈说的是啊，爸，你少生点气，以后也不至于高血压。你被追得满屋子乱窜。陆天暴喝：你特娘的还咒老子！就在这时，妹妹房间的门打开，这短发小萝莉悠悠地从门缝中露出一颗脑袋，怂恿道：爸爸，使劲打，要不然哥哥待会就要过来抱我。你扭头望去，陆以东朝他娇哼了声，立即砰的一声关上门。陆天懵逼，你没事抱你妹干嘛？刚说完，你便默默地走到中年男人面前，张开双臂抱着他，目光深沉的开口：老头，别意外，你想的话我也可以抱抱，还特娘的恶心老子，我今天非打死你不可。陆天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再次暴怒，你吓得弹跳起步。苏小雅看着以他为中心在客厅里追逐的父子俩，无奈摇头，这也俩都废了。9月1号，高3开学，你大早上就起晚了，你穿上蓝白相
相见的校服买了2份早餐，立即骑着自行车赶去卢城七中，匆匆忙忙冲到教室门口，你喘着粗气，第一眼没有看向班主任，也没有看向胡采薇，而是看向了白青夏。此刻他正和同学们一起搬着桌子，听到门口的动静，也与同学们一同看了过来。但很快白青夏便耳垂一红，将脑袋转了回去。爽，他成功出现在了高3，你兴奋的难以抑制，没注意到另一边胡采薇看向你的目光幽怨至极。这时，砰！讲台那边突然传来响亮一声，你吓得一抖，连忙望去，班主任刘威抬了抬鼻梁上的高度近视眼镜，语气不善道：“陆远秋，你真当自己是主角了？开学第一天就迟到，先排座位，还好我在收拾你。”你无所谓的耸耸肩，跟着全班50几人一同来到了走廊上。每学期开始，第一件事就是根据上学期的期末考试成绩排座位，学霸在前面，学渣在后面。你上学期期末是倒数第一，不出意外的话，他又要坐在最后一排的角落里。但是这时，你突然发现白青夏表情有些不自在，两只小手也在紧紧地抓着校服袖子。你冷不丁地想起来了，上学期期末你不是倒数第一，你是倒数第2，倒数第一是白青夏。这位大学霸罕见的考了0分。至于他为什么会考0分，原因也很简单，他没来参加期末考试。你忍不住笑了声，突然听到旁边的学习委员语气悠悠的开口：“开心了吧，陆远秋？这次白青夏要跟你坐在角落了。”学习委员名叫钟景成，白白净净，1米7几的个子，戴着副眼镜，很有书生气质。他算是你的发小，但和别的发小关系不同，他们2人是对冤家，互相瞧不起对方。钟景成嫌弃你学习成绩差，长了个脑袋只是为了那点身高，而他自己的成绩的确好，班级第2，同样也是年级第2。至于你瞧不起他的地方，就是和外表的斯文气质不同。钟景成那里是个特别色的变态，平时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歪歪各种女性。班里的女神胡采薇，他家隔壁喜欢穿包臀裙的邻居太太，还有英语老师都难逃一劫。众所周知，学生时代的英语老师特别时髦，漂亮大波浪，衣服不重样，还喜欢穿短裙和黑丝。而钟景成曾经最辉煌的战绩就是在上英语课的时候，一边看着英语老师，一边用校服盖在大腿上，偷偷做着手艺活。听说上班后，这家伙试图追自己公司女上司，结果被拒绝，他便在女上司的外卖里撒酸奶，最终被开除。真他妈是癞蛤蟆追青蛙，长得丑玩的花，关你屁事！你低头对着钟景成，身高压制。这家伙撇撇嘴，他并不羡慕你，因为他对白青夏没兴趣。对他来说，白青夏常年将自己包得严严实实，一点肉都不露。虽然有一张倾国倾城的初恋脸，但却不足以让他兴奋起来。经常不穿校服，露出雪白大腿和展示球体的胡采薇，与喜欢穿着黑丝短裙的英语老师才是他的目标。这时钟景成突然举手：“老师，我远视，申请坐在最后排。”刘威抬了抬鼻梁上的眼镜，笑着开口：“可以啊，钟同学，只要你觉得方便就行。”班主任刘威今年30多岁，是个体态丰腴的双标妇女，对学霸态度好到没边，对陆远秋这种学渣就常年冷脸。你冷哼一声，远视，呵，他只是在教室后排方便做手艺活罢了。因为现在是夏天，英语老师又会穿黑丝短裙来上课。按照期末成绩由高到底，一对对同桌走向了教室里面。胡采薇、王浩然，刘威念着名字，听到自己的名字，长相英俊、中分发型的班长王浩然暗自开心，没想到昨天才跟胡采薇告白，今天2人就成同桌了。而胡采薇却不怎么高兴的样子。走向教室的过程中，他回头看了眼你，表情忧心忡忡，闷闷不乐。女士优先，胡采薇同学。王浩然面带微笑，动作绅士的做了个邀请的手势。胡采薇脸上映挤出一抹笑容，点了点头。渐渐的，走廊上只剩下2个人了。陆远秋吊儿郎当的靠在窗边，笑意盈盈的望着旁边站着的校服少女。白青夏头低低的，有些难堪的抓着袖子，单马尾柔顺的微搭在左侧肩膀上，露出些微白腻的脖颈肌肤。你突然间很想伸手扯一扯她的单马尾。班主任刘威扶着高度近视镜，有些心疼的开口：“青夏，如果坐后面看不见，就跟我说声，我再把你调前面去。”我靠，你个双标怪！你当即不服，我不同意。刘威瞪过去，你不同意？陆远秋，你以为你是谁啊？人家白青夏上学期期末家里有事才没参加期末考，要是参加了，一准的年级第一。刘威又扶了扶镜框，威胁道：“陆远秋，我警告你，上课别打扰他学习，要是让我发现了，我让你到操场主席台上罚站去。”白青夏连忙抬头，音色清冷道：“老师，不用，等月考我再考回去就是。”高3 28班的班柱子说话了。刘威变脸似的露出笑容：“哎，好好好，青夏你别气馁就行，要是陆远秋欺负你，就跟我说。”白青夏轻轻嗯了一声：“你脸皮厚道，怎么欺负才算欺负？”你伸手戳了下白青夏软软的胳膊，试探的问道：“这样算欺负吗？”少女同侧的耳垂红了，往旁边缩了缩，而刘威脸也气红了，当即拿起棍子就要冲来保护28班亲女儿。你撇嘴一笑，轻松的躲了过去，闲庭信步般的走进了教室。白青夏脑袋低低地跟在后面，众目睽睽下，她的另一边耳垂也红了。奇怪，一个假期过去，陆远秋这家伙脸皮怎么厚了这么多？刘威扶着镜框，好奇的在心里嘀咕一句。来到教室后排靠窗的位置，白青夏突然眉头一蹙的耸了耸鼻子。你见状询问：“闻到脚臭味了？”他张开双臂，爽朗笑道：“白青夏，欢迎来到教室后排，差生的世界，众神的领域。”见白青夏一脸懵，你一边伸手指着一边解释道：“那2个双胞胎，刘不能和刘不行，生化兄弟，要是脱掉鞋子，整个卢城7中都得炸掉。他们的封号是生化之神。”你讲的有趣，逗得白青夏抿嘴笑了笑，这一瞬可谓是倾城绝色，可把你给惊了，你居然会笑。白青夏连忙止住笑容，眼神有些慌乱的低头掏着书包里的文具袋与书本，面容渐渐恢复成清冷的模样。你看到他的新书包和新文具袋，心里满足一笑，继续道：“再看那边。”白青夏抬头，听话的顺着你的目光望去。你介绍，双胞胎右侧郑一峰，从早睡到晚，每节课铃声一响，倒头秒睡，扇他一巴掌都不行，口水多到能在桌面画地图，喊吃饭必醒。你猜他是什么神？白青夏低声轻轻应了句：“睡神。”对了，少女的眉眼轻轻弯了一瞬间，似乎是在欢喜自己对上了你的脑电波。你继续介绍，郑一峰在往右，我们的学习委员钟景成，枪神。等待片刻，你还没解释。白青夏看了过来，漂亮的眸子静静地望着对方，你笑容古怪道：“不行，这个不能跟你细说。”白青夏便移开目光，专心地看着眼前的书本。突然间，一个寸头缓缓移到了他的视野里，你的脑袋侧躺在少女的桌面上，肆无忌惮地大胆欣赏着少女的倾城之眼。2人的目光宛若抖动的琴弦一般近距离交织在一起。你微笑道：“现在正是欢迎你加入教室后排，学神。”从下往上的注视，白青夏猛地攥紧了手里的水笔，他眼神慌张地迅速将脑袋压低，避免和陆远秋直视，目光则移到了自己的脚尖上，两边耳垂绯红。不对，他看不到自己的脚尖。你赶紧回去！白青夏焦急地催促，但他越慌你越乐。陆远秋，刘威在讲台上猛地敲了下桌子，你这才将脑袋从白青夏的领土上一抬。同学们都望了过来。
来。胡采薇和班长王浩然也回过身，看到陆远秋和白青夏坐在一块，胡采薇眼神幽怨，但陆远秋看都不看他。你猜我是什么神？突然你小声地问着白青夏。不想猜。白青夏面无表情地翻开第一节需要上的英语课本，准备预习，一副绝不搭理你的样子。猜呀，你催促着。白青夏嘴唇微微抿着，还是不搭理你，面孔已经转向了另一侧，似乎是在专心致志地看着英语书。你枕着脑袋，声音悠悠地开口，不猜的话，我就要把你的秘密说出来了。3、2。白青夏立即扭头，轻轻喘着气，表情羞愤地盯着你。他听话地问着，你是什么神？音色清脆中带着一分被强迫的委屈。你微笑，爱神。白青夏蹙眉，无聊。他气得吐出口气，重新将脑袋转回去，预习英语课本。你慈祥一笑，单手枕着脑袋，就这样肆无忌惮地扭头观察着白青夏。不知为何，救了这个女孩就跟生了她似的。陆远秋看着她，仿佛在看自己好不容易养大的女儿，忍不住就想逗一逗。看她脸上的小表情变化，像是在证明着她是个活生生的人。窗边的微风轻轻吹拂着她的发丝，在晨光的照耀下，白青夏的发丝表面浮现一层金色，睫毛修长，眉若柳叶，淡粉色的嘴唇水润而细嫩，鼻梁挺而秀气，仿佛将湛蓝的天空分割出了一块可爱圆润的 N 型雪白缺口。1分钟后，白青夏忍不了了，扭头羞恼地看你，看什么？你疑惑？没什么，只是在想你嘴巴为什么这么小，无聊。白青夏用力抿住小嘴，试图不让你看到，将脑袋转了回去。你则收回视线，从书包里拿出来一袋热乎乎的肉包子递了过去，命令道：大课间的时候解决了，不要。轻轻冷冷的回应。你瞪眼，你敢说不要？你信不信？少女立即乖乖听话的拿走包子，漂亮的眸子愠怒的看了你一眼，你这才老生老道的夸奖一句，哎，这才对嘛，听话就行。砰！刘威又用力的拍了下讲台，前排的学霸们生无可恋的闭眼，被震了一脸的粉笔灰。他扶了扶镜框，意有所指的开口，都高3了，我希望你们清楚自己的目标是什么，是继续混日子，还是打算搏一搏，单车变摩托？如果这1年还不好好学习，像某人一样作业不写，上课讲话，成绩倒数，甚至还影响别的同学，以后就等着吃苦头吧。你往后一靠，嘴角微微一撇，喂，你知道吗？这世上的路有许多条，但上学不是唯一的一条。不过你已经体会过身价过亿是什么感觉了。但老实说，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烦恼，不是有钱了就能无忧无虑的。你家里不穷，啃老本也能车房无忧，虽然重来一世还得挣钱，但你不打算那么拼了。上一世你没有上过大学，这一世你想尝尝上大学到底是什么滋味。不过以现在的成绩考上大学有点困难，但白青夏这个学神在旁边，就让你莫名的自信了起来。有时候真好奇钟锦成这家伙成绩是怎么这么好的，满脑子都是胸和腿，竟然也能年级第2，人比人气死人。你叹气一声，拍了下大腿。白青夏吓了一跳，连忙将长腿并在一块往里收了收。你立即道歉，不好意思，拍错了。第1节是英语课，把课本都准备好。班主任刘威命令你，他是语文老师，又说教了1、2句后，他不放心的往窗边角落里看了一眼，抬手指着陆远秋，眼神凶恶，无声的威胁了一下，这才离开了教室。而抱着教案与课本的英语老师站在门口等候已久，和刘威笑着点头示意后，他走进教室，一双黑丝美腿映入众人眼帘。哇！全班同学看着年轻漂亮的英语老师，集体起哄。英语老师名叫苏妙妙，刚毕业不久，长相不能说很漂亮，只能说清秀，但身材棒，气质佳，性格也好。她很期待能跟同学们打成一片，而钟锦成也很期待能往她裙子上打成一片。你往右边瞄了瞄，果然门旁的臭小子已经缓缓将手放了下去。咚咚咚咚，上课铃声响起，右边传来扑通一声，郑一峰脑袋趴在桌面上，瞬间睡着了，呼声沉闷而有力。你也拿出自己的英语课本，看着第1页上干干净净的人物肖像，你手瘾突然犯了，想给这张人物肖像画上黑眼圈与2撇小胡子。不过你强行按住自己的右手，宛若左右互搏之术似的，阻止自己的学渣行径。No， 雅灭蝶，不能画，老子这一次要好好学习啊！可恶的肌肉记忆。白青夏扭头，奇怪的打量着旁边的你，他没说什么，因为班里的男生有时候是挺中二的，就比如你，他经常看到你走着走着突然抽风似的，原地跳起来做出一个投篮的动作。每当这个时候，白青夏就会停下来，懵逼的看着少年，避免你发现自己的目光。白青夏紧接着又会低头从他旁边路过。从那以后，他就发现你很奇怪，遇见垃圾桶总会下意识的手抖，无论身边有纸团还是空瓶子，都必须拿到手上朝垃圾桶投出一个完美的抛物线。如果没掉进垃圾桶，就很尴尬的重新跑去捡起，再回到原位置重新投一次。有次你投了一个课间还没投进去，人都快疯了。坐在教室里的白青夏便扭头，一双漂亮的眸子呆呆看着走廊里忙碌的少年，沉迷的看了一整个课间。你干嘛？白青夏受不了了，你还在按着自己的右手臂，搞得2张拼凑在一块的桌子都在抖。你神情严肃，我的右手里有一个恶魔，现在要突破封印了。白青夏同学，能不能帮我按住？旁边没反应，你扭头发现白青夏双眸失去高光，正用看智障一般的眼神看着你。不是吧？有点同情好吗？幼稚！白青夏低骂一声，将脑袋转了回去，同时将桌子的3、8线拉出大峡谷。你还想跟他搭话，却突然听到英语老师苏妙妙喊了你的名字，陆远秋，请你站起来把第1段课文读给大家听听，检查一下预习情况。你有些懵。苏妙妙声音很温柔的笑着，没关系，生词可能有点多，遇见不会的你就听一下。女神好温柔。钟锦成2颗眼睛泛着爱心，右手忙碌不停。你站起身，翻开干净的课本，照着第1段就十分自然的念了起来。你都怕这层薄薄的白色布料会从中间崩裂，嗅着迎面散发的沐浴露混合着洗衣粉的清香味道，你再次质疑，这不还有一层衣服吗？白青夏贝齿轻咬粉唇，声音就像是硬生生从牙缝中挤出来似的，就一件。胡说八道，我之前拉到的袋子呢？那难道不算衣服？你好笑的在心里争辩着，但你知道如果真这样问就太混蛋了。大概是因为心里住着一个而立之年的灵魂，这让你下意识的想逗逗面前这个10几岁的少女。这个年纪随便逗逗就能把对方眼泪给逗出来，真有意思。但逗归逗，也不能没底线。你点点头，没继续提出更过分的要求，只是脑袋往前探去，撩开他校服的领子，袖子里没藏东西吧？白青夏，没。你扭头看他，2人的双眸比之前近了很多。白青夏的脸颊竟罕见的泛起了一抹淡淡的红晕，眼神迅速移向别处。原来他害羞时是这个样子。在校园里从未见过这位冰山校花有过多余表情的陆远秋，感觉有些惊奇。你紧接着冷笑，不是你说没就没的，我看了才知道。一边说着，你一边将脑袋凑近他左边腋下的方向。白青夏脸颊羞愤的撇过头去。这时，除了沐浴露和洗衣粉清香，你还闻到了一股淡淡的少女独有的幽香，这大概就是传说中的体香，很好闻，比那些金钱养出来的脂粉味香多了。袖管里干干净净，依稀可见雪白细嫩的半截藕臂。你微微一笑，装模作样的又去检查另外一个袖子。白青夏又羞恼的将脑袋撇向另一边。你已经发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少年
时期的你不可能会注意到的细节。如果一个少女面对一个异性如此僭越的近身搜查，眼神应该是充满了厌恶与冰冷的。但白青夏似乎只有羞恼。这一刻你明白了一件事，白青夏并不讨厌你。如果要往过分一点想，白青夏在此之前甚至可能对你存在一定的好感度。这也解释了白青夏为何会投票给你。可是，在你的记忆中，你想不起来二人之间曾经有过什么交集。你们明明一句话都没说过，在班级里甚至连一个对视都不曾发生。难道是自己的少年时期太过木讷了，没注意到？想起自己的少年时期你就头疼不已。那时的你心中只有胡采薇，还舔得战战兢兢的。对方的一个忽冷忽热就能让你辗转一夜无法入睡。现在想想，当年真傻呀！你默默后退2步，目光往下看去，裤子里没藏什么吧？白青夏闻言，立即听话的将2个裤子口袋都翻了出来，向对方证明着你根本没看，只是默默瞥了眼墙上的挂钟。这才过去几分钟，那撞人的车估计都还没开到十字路口呢。你继续找茬，你只翻个口袋能证明什么？我来看看。说完，你半蹲下来，手朝前伸去，准备去摸这2条校服裤也难掩风韵的大长腿。白青夏着急的往后缩着，他这下真的慌了，紧张的喘着粗气。你早就料到他会有这种反应，便退让一步的开口：确实，男女有别，不太方便。这样吧，你原地蹦跶2下我看看。白青夏茫然抬头，你瞪着眼解释：我看看会不会有东西掉出来啊？白青夏不为所动，要么我上手，要么你原地蹦2下，自己选。听到这句话，白青夏深吸口气，选择服从。当第一个单词从他口中说出，苏妙妙的眼神瞬间变了，诧异的将视线从书本上抬起。全班同学集体回头，白青夏也很吃惊的往旁边看去，美眸怔怔的盯着旁边的少女。好标准的口语，竟然还是英式的。陆远秋这家伙身上发生什么了？苏妙妙缓缓将书本放下，礼貌的没有打断，很是欣赏的看着角落里的寸头少年。这时，你看到一个不认识的单词，好听的音腔停了下来，抬头看向苏妙妙。年轻的英语老师一怔，反应过来后连忙低头提示了你这个单词的读法，但他脸上的神情有些尴尬，觉得自己没那么标准的美式发音有些玷污了你的正宗音腔。你这才接上，将第一段完整的读了一遍。苏妙妙将课本重新放下，脸上露出笑容，笑容十分意外，并且震惊。陆远秋，她难以置信的叫着对方的名字。你一本正经在。苏妙妙习惯性的将屁股搭在旁边的课桌上，其中一条黑丝美腿微微弯曲，这动作让角落的钟景成顿时眼睛一亮。你这一个假期干什么去了？出国了？那也不至于吧？苏妙妙问出了全班同学共同的疑惑。她很清楚你的英语水准，就不说口语如何了，很多单词怎么读都不清楚，怎么这一个假期过去，这家伙脱胎换骨了？你认真的开口，当然是在发愤图强的学习了。我可是要上大学的。听到这句话，旁边的白青夏眼神中有一瞬间的意外和喜悦。噗！角落里的钟景成却突然笑喷，发愤图强？你要拿粪图哪个强啊？白青夏默默瞪了眼他。钟景成的话引起了全班的哄笑，但胡采薇没笑出来，因为他并不希望陆远秋在别的方面努力。你冷声喝道：钟景成把枪收起来。枪！苏妙妙闻言望去，钟景成吓得一抖，连忙将双手规规整整的平放在桌子上，神情尴尬。待苏妙妙将身子转回去，钟景成这才无声的隔空谩骂起来，朝你竖起2根中指，你也以2根中指回击。苏妙妙走向你，拍了拍你的肩膀，好，你能有这个想法，老师太开心了。陆远秋，我看好你，坐下吧。他声音温柔的说着，此刻看向这位差生的目光中是掩饰不住的欣赏。你坐下，得意的扭头看向白青夏，挑了下眉毛。白青夏再次吓得缩腿，忍无可忍的抬起小拳头在你的胳膊上回了一拳，美眸含怒。你再拍我腿，我就告诉班主任了。我真拍错了，我想拍自己的来着。你解释着，白青夏却不理你。不过被白青夏的这一拳捶在胳膊上，不疼，竟然还有点爽。你拍着对方的胳膊说道：我以后教你练习口语，你帮我辅佐其他学科，咋样？白青夏扭头正想回应，突然神色一凝，连忙将视线收回到了自己的课桌上。咋了？你回头看去，发现门旁的钟景成此刻神情严肃，坐姿无比端正，而在你侧前方的窗外，一张人脸悠悠的望了过来，目光正好聚焦在你这边。班主任刘维跟鬼一样的出现在那，吓得你肩膀一抖，也下意识的原位坐好。班主任什么时候最可怕？站在窗外的时候最可怕。你活了这么多年，还是逃不过这一刻的血脉压制。待刘维走后，你发现自己的视野里缓缓出现了一张纸条，白青夏锋利且娟秀的字体写着：好，他同意帮我辅佐功课了。可以，你心中畅快，说不定这一年努力真的能考上好大学。你认真的看着课本，身体坐直，开始努力的听课。5分钟后，你努力的趴在桌子上睡着了。后排区域，你和郑一峰的呼噜声一唱一和。这时，窗帘被微风吹起，宛若翻开的画卷般露出外面湛蓝的天空与洁白的云朵，刺眼的光线打在你的睡脸上。你皱了皱眉头，抬手挠着脸颊。下一刻，一只纤白的手抬了起来，将窗帘拉上，见阴影完全挡住了你脸上的阳光，而你的眉头也舒展开来。白青夏这才放心的低下头，继续在课本上认真的做着笔记。现在把后面的选择题做一下，5分钟后我们对一下答案。没过多久，苏妙妙的声音突然离得近了些。白青夏抬头，发现英语老师拿着课本正缓缓顺着过道走下来，他不时的扭头检查着两旁的学生做题情况。眼看着苏妙妙就要来到你的课桌旁，白青夏紧张的扭头看了眼，抬手快速的拍了下你的胳膊。你连忙起身，你抖着腿，手里攥着水笔，装模作样的盯着课本。白青夏见状，连忙贴心的将小手伸过去，替你往后翻了一页，翻到了课后习题的地方。正好苏妙妙这时走了过来，轻飘飘的扭头看了眼，便离开了。白青夏松了口气，而你则立马重新将脑袋趴了下来，继续睡觉。听着另一边苏妙妙将书本拍在郑一峰脸上的声音，再看着陆远秋宛若婴儿般的睡容，以及半张脸上的压痕，白青夏抿嘴一笑，她很开心。以前只能远远的看着陆远秋上课睡觉被骂，想伸手提醒也碰不到，但是今天她提醒了一次，让陆远秋成功躲过了老师。白青夏的满足感与成就感来得奇奇怪怪的，她回头继续做题。秋天的风清凉而柔和，窗外的微风钻进教室，将少女的发丝吹落了下来，挡住了半边精致的面庞，也挡住了视野。白青夏习惯性的抬起纤白的五指，将发丝重新拢到耳后。就在这时，一个粉色的发夹移到了她的桌子上，少女抬头，目光一正，她朝陆远秋望去，你却换了个睡姿，将面孔转向了另一边。白青夏抿
了抿小嘴，重新将目光放在发夹上。这个发夹可真好看，上面有着粉色的 Hello Kitty 图案。白青夏从来没有过这么好看的发夹，或者说她从来没有过发夹。思想挣扎了片刻，白青夏伸手拿了起来，将自己那缕不老实的头发往上撩去，然后用发夹夹住。她看不到自己此刻的模样，便扭头盯着窗户上映出的面庞。发丝撩开后，她的精致面孔露出来的更多了，优越的瓜子脸轮廓也变得清晰可见。可白青夏脸上并没有怎么开心，她抬手将发夹重新拿了下来，用一张纸轻轻裹住，然后放进了书包的小夹层。那缕长长的头发重新垂落，被白青夏再次拢到耳后。时间流逝，下课铃声终于响起，班级里顿时趴倒了一大片。今天刚开学，经历了一个假期，这还是大家第一次早起，况且昨天大多数人也熬了夜。你伸了个懒腰，总觉得这一觉睡得异常舒服，就很奇怪，教室里的课桌总比家里的床还要催眠。不过重生之前的高三，你虽然每节课间都睡，但并不是真的困，只是除了睡觉以外也不知道该做什么。你扭头看向白青夏，没在他的脑袋上看到发夹，既然桌子上也没有说明他收起来了，他不愿意戴你也不强迫，正如清冷的外表是他的保护色，那缕垂下来的发丝和严严实实的校服说不定也是他的保护壳。强行将一个女孩的保护壳敲碎，是十分不理智的行为。哒哒，你伸手敲了敲他的桌子，提醒着吃饭。白青夏拿出还算温热的包子，双手递了过去，摇头道：“我不饿。”他真的很喜欢双手递东西，你也很喜欢看他这个动作，有种反差萌的感觉。陆远秋，那你告诉我，你早上吃了没？少女没说话，继而语气清冷的解释道：“我早上不吃饭。”你不耐烦的开口：“我说过了，赶紧吃，别让我生气。”白青夏看了他一眼，只能低头解开了塑料袋，隔着袋子将包子送到嘴边，小口的吃了起来。吃到肉馅后，他眼眸一亮，下一口就变大了许多，三两下吃完了一个，似乎是觉得自己的吃相可能变得难看了。白青夏抬头羞涩的看了陆远秋一眼，耳垂泛红，他转过身子面朝了前方，不再对着你则一脸满足的看着这一幕。这不是养女儿是什么？吃完了第二个后，塑料袋里还剩下2个包子。白青夏看了眼，犹豫了2秒钟，默默系上了塑料袋，朝你小心翼翼的解释道：“我吃饱了，剩下的中午再吃。”啪！你拍了下桌子，吓得白青夏2只胳膊一颤。前排的同学回过头，你蹙眉，没你们的事。那2个同学识趣的连忙转了回去。你阴色严肃，让你吃就吃，别给我废话。白青夏眼神冷艳的盯着你，这一刻似乎想反抗少年的霸权主义，还敢瞪我？再瞪，你信不信？你凑近伸手指着他。白青夏睫毛轻颤，脖子往后缩了缩，眼神也委屈的收回了瞪人的视线，表情楚楚可怜。他连忙解开塑料袋，听话的将第3个包子送到小嘴里，可他吃的速度却慢了很多，像是有些舍不得立马吃完似的。对他该硬就得硬，陆远秋心里清楚这一点。白青夏明显是有性格的人，从他多次瞪自己就能看得出来，想让他做某件事的时候来软的劝说是没用的，就得跟他对着顶，看谁顶得过谁。当然，你始终会是赢家。嘿，偷东西的秘密，我吃一辈子，这秘密真特么热闹。教室前排那天，我一个走位过了5个人，一个转身晃倒了隔壁班的大块头，然后跳起来一个暴扣就把篮球扣在了篮筐里。留着中分发型的班长王浩然正在绘声绘色地诉说着自己在球场的精彩瞬间，他抬着右手，看样子像是在展示投篮的动作，其实是在展示着自己的肱二头肌。可当他看向胡采薇的时候，却发现胡采薇的视线并不在这里。顺着对方的目光望去，王浩然看向了你那边的窗外，他笑着开口：“今天天气是不错，适合在操场上散步，你说是不是？”采薇，采薇。胡采薇完全没听进去，他从位置上站起身，朝着教室角落的位置走去。来到这边，胡采薇却忍不住抬手捂着鼻子，刘家双胞胎的生化脚味道太冲。陆远秋，他喊话的时候跺着脚。白青夏见状，面色清冷的将身子转了过去，专心的吃着包子，却不忘竖起耳朵。你回过身看到是胡采薇，便问道：“干嘛？你出来，我有事跟你说。”胡采薇转身就走，来到门口的时候，本以为你会跟着，却发现背后没人，你还坐在位置上。陆远秋，你越来越过分了。胡采薇站在后门的位置，愤怒的大喊着，声音吸引了教室里的不少人回头观望，包括班长王浩然在内。发生什么了？陆远秋对胡采薇做了什么？八卦的耳朵通通竖了起来。你不耐烦地看着门口的双马尾女孩，我怎么了？有话这里说就是，我懒得动。胡采薇便重新走了回去，她站在陆远秋的桌子旁，那么多人，她不好大声讲话，便咬着牙道：“你给我适可而止。我说答应王浩然的表白也只是吓吓你，开玩笑的而已。”胡采薇小心翼翼地望着王浩然的方向，低声道：“我不喜欢他。”你笑了，那你喜欢我？胡采薇脸色一红，连忙道：“我说了，我们现在还小，不能谈恋爱，等毕业了。”白青夏突然冷声提醒：“老师来了。”胡采薇回头，果然发现班主任刘威拿着课本走进了班里。刘威一向如此丧尽天良，课间提前上课，下课时又拖延。胡采薇恼怒的又跺了下脚，只能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你反倒好奇的看了白青夏一眼，头一次看他会主动说话，后者则装作无事的拿出语文课本。时间渐渐来到了中午，班里的学生要么回家，要么去食堂。胡采薇一上午都没找到机会和你说话，现在找到了机会又跑了过来。陆远秋，陪我去食堂吃饭。抱歉，我要学习。你坐在位置上无动于衷。胡采薇拿他没办法，最终被饭搭子拽着离开。渐渐的，班里只剩下白青夏和你2人。你倒是要看看旁边的少女，每次这么晚去食堂，她到底吃什么，还是根本就不吃？白青夏在座位上很安静，正认真的写着上午老师布置过的作业，似乎没注意到全班只剩下他们2个人。既然说好要努力学习，你也不能坐在旁边干等着。你拿出数学作业，潇洒的掏出水笔，宛若驰骋沙场的老将军一般，手持宝剑准备作战。可是下一秒，你脸上自信的笑容却突然凝固。秋豆麻袋，集合是什么？你眨着一双纯真无邪的大眼睛，盯着第一道选择题，面容严肃。半晌后，你抬起脑袋，目光漫无焦距地望着青绿色的黑板。忘了，全忘了，怎么办？张无忌忘了所有招式，说明他练成了。可自己若是忘了所有知识，那就大学无缘了呀。你这一刻才意识到，别的重生者要么是重生到高3刚毕业，要么是重生到幼儿园时期，可自己居然重生到了学生时代的究极炼狱时期。高3刚开学，你真的要带着30多岁只装着钱和女人的脑子去参加高考吗？突然间，一种牛皮吹大了的感觉在你脑海中油然而生。这一刻，辍学创业的想法再次萌生了起来。倘若重走上一世的老路，陆远秋相信自己一样会成功。这殷实的家业以及自己所掌握的信息差和宝贵的互联网创业经验，成功绝对是必然的。可这次你想上大学呀？如果重活2世依旧没有上过大学，那也太亏了吧。不行，这次一定要好好学习，反正还有1年的时间，足够了。你立即拿出课本，逐字逐句的从头开始看。当一个男人下定决心做某件事的时候，就说明他离成功已经不远了。5分钟后，你的呼噜声匀称的徘徊在教室里面。白青夏扭头看去，发现你睡得很香，不知道是梦见了什么，抬手
手挠了挠鼻子，紧接着便露出了笑容，但呼噜声依旧响亮，睡相跟小孩子似的，口水都从嘴角流淌了下来。白青夏看得有些出神了，发现你的口水快要滴在桌子上的时候才反应过来，他连忙从身上掏出纸巾，对折过后，小心翼翼地递到了你的嘴角边。放好纸巾后，白青夏的手却没急着缩回去，他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那就是他初中就认识你了。他的脑海中装载着许多有关于这个少年的回忆，但他也清楚少年都不记得了，或许少年就不曾在意过，可是没关系，他记得。白青夏想到这，没忍住地抬起葱白的指尖，轻轻的、好奇的，宛若蜻蜓点水般的触碰了下你的鼻尖。见你呼声一停，他便快速地将手收了回去，坐直了身子，双手攥紧水底，一颗心跳得飞快。待你的呼噜声重新续上，白青夏才松了口气。静坐片刻后，他轻轻起身，背着书包朝教室外面走去。这是他中午吃饭的固定时间。来到食堂，学生们早就解决好了午餐，食堂一片空旷，保洁都已经开始打扫了。学生们分为住校和走读，不过无论是住校还是走读，都可以在学校的食堂吃饭，有饭卡就行。而白青夏是走读，但他中午从不回家。此刻他默默绕过保洁阿姨的污水桶，来到橱窗前。打饭的短发阿姨见到白青夏，热情地开口道：“又是你啊，小姑娘，阿姨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下次提前来。每次这个时候来，菜都被吃完了，就剩汤汁了。”白青夏拘谨地笑了笑，开口道：“没关系，我吃白饭就行。人家年级第一，不知道吧？来得晚肯定是在学习呢。”旁边的一位长发阿姨认出了白青夏，提醒着。白青夏沉默地低头。短发阿姨哎呦一声，连忙眼神火热地盯着白青夏：“你瞅瞅，长得跟天仙儿似的，成绩还这么好，我儿子要有你一半好就行了。阿姨给打多点饭哈，再给你浇点肉汤。”打好米饭后，短发阿姨又道：“就给5毛钱算了。”白青夏低声道：“谢谢。”刷完饭卡，白青夏注意到饭卡里只剩5块2毛钱，5毛钱一顿饭对他来说也有点奢侈了。可是不吃饭就没精神学习，他试过。白青夏端着白米饭找了个角落的位置坐下，不放过一粒米饭的慢慢吃了起来。高3 28班的教室里，你身体突然抖了下，课桌都跟着猛地一晃。你揉着眼睛，面色奇怪的将出现在嘴边的纸巾拿起来一看，随后没在意的往旁边一丢。人呢？你伸了个懒腰，这才发现自己都睡了快半小时了。你低骂一声去了食堂，这个时间还有菜就怪了。你同样是走读生，一般这个时候都回家吃饭，不过你的饭卡里常年有钱，多的都用不完。来到食堂，此刻甚至连食堂阿姨都在收拾着装饭的盘子，你连忙跑过去大喊道：“别收，别收，还有人呢！”短发阿姨顿时疑惑，偷东西总是不对的，她没理由反驳，她微微抬着小臂，像是攒着劲似的，原地蹦跶了一下。你准备做样子往地上看是否有东西时，字苗却忘记关了，下意识的就往上面看去，眼神和脑袋都一起跟着上下晃动，这么凶。好在少女全神贯注的低着头，没注意到你的目光。白青夏又蹦了一下，你连忙道：“好好好，可以了，你再蹦下去我就要被晃晕了。我没骗你，就拿了3个面包，现在还给你了，我可以走了吗？”白青夏询问的声音中已经带着几分哽咽的味道。你想不到什么理由再留他。白青夏见对方没反应，便立即走到桌子旁，将倒出来的东西都收回了书包里。眼看着他要出门，你立即道：“等等。”白青夏回头紧紧抱着胸前的书包，一双美眸警惕地看着你。你终于忍不住问道：“你很饿吗？”听到这句话，白青夏低下头，沉默不语。你也没说什么，转过身将面包撕开了包装递给对方，吃完再走吧。仓库里安静下来，白青夏许久没抬头也没伸手，抱着书包罚站似的站在原地，消瘦的身子仿佛风一刮就能吹倒。他的面庞被发丝遮挡着，你看不到他的表情，只能继续道：“我都撕开了，卖不出去了，拿着。”你强硬地将面包塞到对方手上，几秒钟后，白青夏缓缓抬手将面包送到嘴边，小口地咬了起来，随后越吃越快。你见状露出满意的笑容，可突然你看到2滴眼泪像是断了线的珍珠似的从白青夏的眼眶里先后落在了地上。白青夏哭了，从刚开始被抓到被搜身，他都倔强的没有流出一滴眼泪，直到面包吃进嘴里的这一刻，他终于忍不住了。你默默地看着他扭头又撕开了一个面包，塞到他空出来的手上。你随后摸了摸口袋，掏出来一张纸，发觉是自己擤过鼻涕的，便嫌弃地扔在了地上。靠，17岁的自己随身不带纸，真男人应该身边常备纸巾才对。你不清楚是不是白青夏的家里发生了什么，就算再穷，都21世纪了，竟然会逼得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到超市里偷面包吃。吃完了第2个，白青夏看向第3个面包，没等你转身，他立即走过去将其拆开吃了起来。一边吃着，一边打开书包，从里面拿出纸和笔，在纸上刷刷地写着几行字。写完后，他的面包也吃完了。白青夏迅速用袖子擦了擦眼泪，神情认真地将白纸双手递呈给你，上面写着2010年8月30号，白青夏欠陆远秋3个面包。你接过纸条，愣愣地看着，你的目光很快锁定在了陆远秋3个字。这一刻，你许久没说话，锋利而又娟秀的3个字，和记忆中那张投票纸条上的字体简直一模一样。是胡采薇的字和白青夏的字一样的秀气，但前者却写不出来那种锋利感。字如人，此刻在你面前的少女，何尝不娟秀而又锋利呢？你随手将欠条丢在一边，你以为写了张欠条，今天的事就算结束了吗？你完全确定了，上学期默默支持你当体育委员的人就是白青夏，不是胡采薇。该死的，你竟然一直认为是那个绿茶，甚至后面有次你特意提到了这件事，胡采薇既不说是他，也不说不是他，故意装个谜语人，你还以为他是害羞，于是更兴奋了，舔得更坚定了。而胡采薇则一直享受着舔狗的殷勤，你也学到现在，差不多吧？你脸皮厚的开口，你梦里确实在和老师们交流学习，就剩米饭了，那就来点米饭。你捂着咕噜咕噜叫的肚子将就着说道。突然你反应过来，阿姨，我前面是不是还有个长得挺好看的女生过来吃饭？短发阿姨，是啊，那小姑娘一直都学得很晚，每次来都只剩白饭了。米饭打好，你刷了2块钱诧异道，好便宜。你找了个位置坐下，往嘴巴里扒着米饭。看样子白青夏中午只吃米饭，你思索着。当然，学习也不过是掩护伞罢了。白青夏只是给自己找了个只能吃大家吃剩下的米饭的借口。这个年龄的孩子都有很强的自尊心，白青夏也一样，这一点你很清楚。但是你疑惑的是，他中午吃完饭去了哪里？到了下午1点多，班级里已经来了3两的学生。白青夏背着书包走进教室，目光看向黑板上的角落，那里一般写着值日生的名单。擦黑板，讲台，陆王八，很显然你的名字被人恶搞了。白青夏走过去，将王八2个字擦掉，用粉笔重新写上了远秋2个字，然后面无表情地将粉笔扔到了讲台上。刚走下座位，门口便传来一道声音：白青夏，我才发现你的新书包跟陆远秋是情侣款。白青夏回头，发现是胡采薇站在那，他冷漠地注视了胡采薇一眼，没有理会，径直走到自己位置上，将书包放下，塞进了桌洞里。胡采薇吃瘪，却也没有继续挑衅，只是在心里暗骂一声怪胎，天天冷着个脸给谁看？他其实是不敢惹白青夏的，因为女生中流传着一个有关于白青夏的传闻，
听说分班前，也就是高一的时候，白青夏被同班女生嫉妒长得好看，再加上性格很冷，当时几个女生便放学堵她，故意拿剪刀剪她头发，但她们却没想到白青夏是个疯子，直接夺过剪刀，当着那几个女生的面将自己的长发剪得直到耳朵，然后将剪下来的浓密黑发朝着那几个女生砸了过去。满意了吗？白青夏神情凶厉地质问对方。几个女生被拿着剪刀的她吓得一动不动，愣在当场。白青夏则将剪刀摔在地上，潇洒离开。当然，如果只是这样，这个传闻并不值得被广为流传。这件事还有后续。从那以后，几个女生认为白青夏不好惹，便找来了高二的学长教训对方。结果当高二的学长带着一堆人堵在了走廊时，一群凶神恶煞的男生看到白青夏的长相，皆愣在了原地。那一刻，他们连自己是来干什么的都忘了。白青夏抱着课本，冷着脸朝前走去，男生们则羞涩地向后倒退，没一个人愿意率先动手。那天，即便是短发如狗啃般的白青夏，也让这群处男们惊为天人。从此以后，白青夏的大名便在学校里传开，被称之为冷面校花。女生们不敢惹，男生们也不愿惹，但白青夏依旧很高冷，也很低调。她的名头虽然一直在，但她总是行走在校园的角落，沉迷学习，不影响任何人，也不被任何人影响，逐渐淡出众人的视野。从此以后，再想起她，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年级第一，而不是长得好看。这些你都不曾听闻过，因为你从高一就和胡采薇一个班，直到高三，注意力全在胡采薇的身上。哪怕是现在，你也想不到在你面前总是一副柔弱好欺负的白青夏，曾经还有过这么刚硬的一面。20分钟后，28班的学生们陆陆续续到齐，跑回家里睡了一觉的你，此刻也出现在了教室门口。白青夏往那边看了一眼，便收回视线。陆远秋，学习委员钟景成看到你，嚣张地脚踩板凳大笑着，回头看看黑板，看看你的名字。你转过身，指着值日生那一栏上的陆远秋3个字，懵逼地挑着眉，怎么了？喜欢你爹的名字？钟景成一愣，金的眼镜从鼻梁上滑落，他奇怪地走过去，自言自语道：奇怪，谁改了？原来还是陆王八呢。你听了立马强人所难，啥玩意？你改我名字是吧？小子，没想到吧？这世界上还是好人多呀。白青夏又忍不住朝那边看去，给我放手！你个满脑子肌肉的家伙！钟景成脸憋得通红，陆远秋便松开胳膊，在他的屁股上踹了一脚，回你的角落，对你妈开导去！滚！你来到位置上，突然皱眉，抬手捏住了鼻子。你回头一看，果然发现刘家兄弟将鞋子脱了，整整齐齐4只胖脚踩在桌子下的横杠上，那片空间似乎都在扭曲。斗宗强者，恐怖如斯。身为教室后排位面管理者的陆远秋走过去，直接给这2个死胖子的脑袋一人扇了一巴掌。靠，把鞋穿上！没看到咱班学霸都莅临后排了吗？能不能照顾一下后排的形象？刘家兄弟摸着脑袋，看到白青夏望过来的视线，便红着脸，有些不好意思地穿上了鞋子。白青夏也神情尴尬地抿了抿小嘴，收回了眼神。你又走到正在沉睡的郑一峰旁边，敲了敲他的桌子，醒醒，上课铃声还没响呢，睡早了，别崩人设行吗？郑一峰睁开双眼，迷迷糊糊地醒来，看神经病似的看了你一眼，然后换了个方向继续睡。其实他长得挺帅，但总是眯着眼睛，一副怎么也睡不够的样子。管理好了后排的秩序，你这才回到自己座位上。你想跟白青夏提中午吃饭的问题，但是考虑到少女的自尊心，还是放弃了直接谈及此事。就在这时，班主任刘威和班长王浩然一起走了进来。下午第一节不是英语课吗？坐在教室中段的高强开口问道。角落里的钟景成也紧接着露出了很失望的表情。黑丝短裙要没了吗？刘威解释，是英语课，趁上英语课之前跟大家聊聊这届秋季运动会的事。老规矩，选一下走方阵需要穿的班服。你想起来了，这月下旬也就是9月20号是有个运动会的，而卢城期中有个传统，运动会每个班都要穿上统一的制服，在运动会开幕式的时候，以班级为单位在操场上走方阵。虽然是很正式的走方阵，但渐渐的都快被学生们演变成了大型 cosplay 现场，因为制服选的太过于五花八门。往届甚至有个班全员皇帝装，班长在走方阵的时候躺在担架上，举着拍子，上面写着扶正起来，朕还能选。听到要选班服，原本死气沉沉的班级一瞬间躁动了起来，就连郑一峰都瞬间清醒的抬起脑袋。钟景成更是兴奋的和班长王浩然对了下眼神，色批之间的默契。刘威拿出2张图片，一张是 JK 制服，一张是黑色西装。他开口道：班长为我们挑了2个中规中矩的班服，你们想穿哪个走方阵？下一刻，全班男生十分默契且激动的大喊着 JK。高强在学生时代特别喜欢煽动气氛，此刻也是他第一个站了起来，高抬双手，一边看着后方的人，一边鼓动大家开口选 JK 制服。女生们集体沉默，脸颊微微泛红，只有胡采薇在内的个别女生表情有些兴奋。这个年纪的女孩们并不经常穿短裙，无论是在家还是在学校，大家都相对保守。你往旁边看去，发现白青夏事不关己的看着课本。你突然想起来，高2的运动会，白青夏并没参与走方阵，因为全班就她一个人没买班服。你将视线移开，什么也没说，静静地望着前方的班主任与躁动的学生们。你当然想看白青夏穿上美美的 JK 制服，想看到白青夏和其他的女孩一样享受着青春肢体的美好所带来的成就感。更何况她的先天条件这么优越，脸就不说了，身材高挑，不仅腿长，皮肤也白。陆远秋从未见过她长发散开的模样，但她能想象得出来那画面。少女身穿白色衬衫与百褶短裙，腰肢纤细，胸部曲线优越，一双长腿白皙透亮，背着双手在阳光下散开如瀑般的青丝长发，脸上的微笑则宛若春日暖阳般澄澈动人，太美了。只可惜老天爷给了她美貌的容颜，却剥夺了她展示的权利。当然，你可以出钱帮她，你也十分乐意，甚至买几10套的钱你都有。这个年纪的她压岁钱都在银行卡里存着呢。但你也清楚，想要帮助一个家境贫寒却又自尊心强的少女，白送给对方钱或者衣服是最不靠谱的解决方式。所以你此刻选择了暂时性的不动声色。刘威摆摆手，那就说好了，选 JK 制服，我也不懂什么 JK、DK。总之，男生女生尽快在1周之内把钱和自己的尺码都交给班长，然后由班长统一购买。王浩然拍了拍手补充道：大家记好了，一套50块钱。好爷！神情激动的男生们欢呼着，羞涩期待的女生们脸红着。白青夏听到价格时诧异的抬起了脑袋，随后便默默低头继续看起了课本。刘威离开后，英语老师苏妙妙走了进来，才半天过去，她就换了身白衬衫加铅笔裤，一双美腿被包得严严实实。后排靠门的钟景成顿时捶胸顿足，长叹息一眼涕息，呜呼，哀哉！苏妙妙清秀的面庞抬起来，疑惑地望了过去，怎么了，钟同学？你双手枕着后脑勺大声回应道：当一个男人失去了靶子，
就等同于失去了理想。钟景成瞪了他一眼，苏妙妙表情古怪，他真不懂这个年纪的男孩子脑子里在想什么。咚咚咚咚，上课铃声响起，郑一峰血脉再次觉醒，一张英俊的脸猛地拍在了桌子上，打起了呼噜。因为今天刚开学，所以没有晚自习，下午第4节课一结束，学生们就恢复自由了。当没有晚自习的那天，再遇上最后一节课是体育，对学生们来说就是爆炸般的惊喜。28班周2下午第4节课正是体育课，一个蘑菇头的男生兴奋地怪叫着下楼集合。他叫张博文，是体育委员，高2时期竞选体委，他获得的票数最高，没别的原因，就是人缘好。但事实上这个家伙在各项体育方面的能力都非常普通。上一世你挺不服的，不过现在已经无所谓了，当不当体育委员什么的无关紧要，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考上大学。你将书包收拾好，扭头朝白青夏道，那就说好了，这个周6来我家帮我补习。白青夏突然愣住，紧接着一边收拾书包，一边用清冷的声音道，补习可以，但我没说要去你家。米文言一手搭在椅子背上，一手搭在桌子上，就这样面朝着他，神情有些无赖的伸出手指比划。那我说几个比较安静的地方，你自己挑一挑。选项1，我的卧室；选项2，超市库房被搜身的地方；选项3， KTV 包厢；选项4，宾馆大床房。白青夏抬头静静地盯着你，在等着这个家伙说出后面的选项，却发现你只是不怀好意地笑着。这一刻他明白了，你是在逼他选择卧室。白青夏右边的耳垂红了红，开口道，去你家可以，但你家必须有人。你一本正经，有的。白青夏没说话了，收拾完后双手抱着他的粉色书包，面朝你半信半疑地点了下头，模样很可爱。你露出笑容，总有种成功诱拐了对方的感觉。呸，什么诱拐，老子救了他一命，他这条命现在就是我的，我可是把他当成自己亲女儿看待的。眼瞅着班里其他人都走了，你与白青夏也赶紧下楼集合。你有意等着他并排一起走，却发现白青夏背着书包慢悠悠地落在后面，像是在刻意和他保持着距离似的。奇怪的少女，你也不管他，单肩挎着自己的蓝色书包，双手插兜地朝着楼下操场走去。1.83米的大个子晃晃悠悠，白青夏这才背着自己的粉色书包加快了些脚步。从后面看去，少年和少女一蓝一粉的情侣书包异常显眼，但显然只有心思更加敏感的少女注意到了这番景象。操场上热身跑完后，28班全体站成几排，看着前方又高又瘦又黑的体育老师王平。传闻这个男人能单手做20个引体向上，是个十足的猛男，也是英语老师苏妙妙心目中的男神。为此，钟景成将体育老师王平视为情敌。王平，从下节课开始，报名运动会的同学开始进行对应的项目训练。今天这节课的话，王平紧接着说出了学生时代最受欢迎的4个字：自由活动。28班集体欢呼，顷刻间便如鸟兽般散去。但对某些人来说，自由活动4个字却被他们视如梦魇。这些人被称作边缘人，在人群散去的那一刻，他们没有玩的对象，也没有聊八卦的对象，只能宛若孤魂野鬼般的在操场上闲逛，亦或者是坐在台阶上发呆，直至下课铃声响起，哨声集合。白青夏就是这样的人，但他并不在意。在你跟着几个男生奔赴篮球场的同时，白青夏便朝着放书包的台阶走去。他很爱护这个书包，还在书包下面垫着一本语文必修3，避免书包底部沾上尘土。来到台阶旁，白青夏坐下，小心翼翼地将书包放在怀里，然后将语文书拿到眼前。可是翻开后，本该放在文字上的视线却自动飘向了篮球场那边。他总是这样，每次体育课自由活动后，本该用来学习的时间，他都将目光浪费在了篮球场上。这时，穿着校服的你带球快速过人，将王浩然晃得左右趔趄，然后3步上篮，一个暴扣，篮筐嗡嗡作响。陆远秋潇洒落地，活动了下脖子。台阶上的白青夏美眸精湛，篮球场边缘正围观着的胡采薇与2个闺蜜也目瞪口呆。王浩然的中分发型宛若落汤鸡般的耷拉了下来，意外的开口：陆远秋，你特么会扣篮！3分线内，睡神郑一峰、气氛烘托之神高强、刘不行、刘不能2个生化兄弟，以及枪神钟景成5个人都一脸意外。他们几个算是28班的篮球主力了，以前也不是没跟陆远秋打过球，但他们头一次知道陆远秋会扣篮。学生时代会扣篮的男生就是篮球场上的唯一真神。你也有些意外，从昨天重生开始到现在，你发觉自己的力气长了不少，弹跳力自然而然的增加，这算是重生带来的意外惊喜吗？尼玛，你长老子的智商也行啊，长这点力气有个毛用啊，能让我考上大学吗？陆远秋，你刚刚好帅啊！胡采薇脸色微微泛红的开口，你淡淡的瞥了他一眼，便移开视线，朝着远处的台阶望去。突然间，四目相对，视线交汇的那一刻，白青夏立即将脑袋转了回来，双臂将语文课本抱在胸前，开始动着嘴巴，故意装成默背课文的样子，耳垂却红了一只。这家伙果然万年不变的坐在那里。你在心里想着，印象里每次体育课自由活动期间，白青夏都坐在那个位置拿着课本，老子打球这么帅，你这个做女儿的也不过来看看。你收回视线，发觉胡采薇和2个闺蜜还在眸若春水的看着他。陆远秋，你刚刚的扣篮真的很帅。胡采薇再次开口，语气却有种不经常夸人，偶尔夸一次就很罕见的既视感。你淡淡道，听着胡采薇的称赞，王浩然极不服气的盯着你，仿佛再看一眼就会爆炸。他蹙着眉头，甩着中分发型道，没有人在篮球上能超越我。陆远秋，来不来1v1斗牛？没等你回应，钟景成面无表情的开口，班长，你这是在给他装逼的机会，真正的打击是在他扣篮的那一刻，我们装作什么事也没发生。你抬手比着中指，还是踏马的，你小子心够狠啊！郑一峰半眯着双眼，一副没睡醒的样子，赶快斗，就让你们斗一球，马上下课了，快！哈，他打了个哈欠。王浩然，我先。他甩着中分发型走到3分线外，你则来到里面。发球的时候，你目光望向后方，突然脸色一变，将球丢了过去。王浩然接过球，兴奋地抱着球3步上篮，你却没篮，而是朝着台阶那边的方向冲了过去。台阶那边围了一群学生，你挤进人群，发现白青夏坐在地上，表情有些痛苦地捂着自己的右边脚腕。体育老师王平将口哨重新挂在脖子上，开口问着怎么回事。旁边的一个女生犹豫地说道，刚刚我好像看到一个女生从后面推了下白青夏，然后白青夏从台阶上滚下来了。你冷声开口，那女的长什么样？哪个班的？王平看了他一眼，这家伙怎么一副要去报仇的语气。女生低下脑袋小声道，没看清，跑走了。马德，什么玩意儿啊，别让老子逮到他。陆远秋毫不掩饰地大声骂了句，然后连忙走到白青夏身旁蹲了下来，帮个忙，我送她去医务室。老子好不容易救的女孩，竟然还有人在不知死活地伤害她，卑鄙玩意儿。几个女生立即上前将白青夏扶起，白青夏单脚跳着，怔怔地看了眼陆远秋宽阔的校服后背，犹豫着，见对方没反应，你不耐烦地回头，等什么呢？上来呀！白青夏咬着嘴唇，张开双臂，上半身轻轻地趴在了你的后背上。这一刻，你愠怒的面庞突然间恢复平静，就好像是一头暴躁的野兽被南宫问雅扇了一个大嘴巴子，双眸都变成了清澈。该怎么
形容这校服下的世界？当世界的东半球和西半球一起压在背上时，这一刻，陆远秋升华了。见你整个人愣着蹲在地上，王平蹙眉，怎么了？背不动吗？背不动换我来。正好你家里开着超市，那绿茶多次白嫖，矿泉水、饮料、口香糖，甚至是卫生巾。更让你头皮发麻的是，当初送给他卫生巾的时候，你甚至还窃喜自己已经与胡采薇有了更进一步的关系，还好能重来一试。白青夏看着落在地上的欠条，他默默捡了起来，语气低沉，做出了最坏的打算。你想怎么解决？开玩笑的。你摆摆手，随即打开仓库的门，然后回头道：“你先跟我来。刚刚撕坏了你的书包，赔你一个。”白青夏一愣，连忙摇头：“不需要，破的地方可以缝。这件事我说了算，我陆远秋不喜欢欠别人东西。”说完，你带着白青夏来到了放置书包的区域。白青夏的视线第一时间便定格在了一个粉色的书包上，眼神很在意。你也发现这个粉色的书包莫名有些熟悉，再往旁边一看，是一个蓝色的书包。对了，自己高中的书包不就是那个蓝色的款式吗？蓝的和粉的是情侣款。但白青夏的目光只是往粉色的书包上瞄了一眼，便快速一看，你直接拿了过来，塞到他的怀里。这个给你。白青夏有些意外你会拿这个，愣了几秒钟，连忙开口：“我不要，我的书包本来就是坏的。”他又固执地将书包放回去。如果你想今天的事传到学校里的话，就放回去。白青夏的双手一顿，又默默将书包拿了下来。不过他很快拿出了刚刚的那张欠条，又补上了一件物品，一个书包。他再次将欠条十分郑重地用双手举起来给你看，随后回头瞥了眼书包的价格，忽的目光怔住，表情多了几分苦涩，好像有点还不起。你看到了他脸上的小表情变化，忍不住一笑。你当然没想着让对方还，你既然打了欠条，正好再跟我来。白青夏丧气地低着头，默默跟在他身后。你来到文具区域停下，突然背后被撞了一下，你回过头，发现白青夏正捂着额头后退，一双楚楚动人的眸子带着几分无辜。看路啊，这么喜欢用额头撞我，下次让你撞个够。听到自己被调侃，白青夏咬了咬嘴唇，表情很窘迫。你将一个粉色的文具袋放到了他怀里。白青夏扭头看向价格，随后坚定地拒绝：“我不要。”陆远秋，如果你不想今天的事，我没那么多钱还你。白青夏羞恼地打断，甚至本能地跺了下脚。这个举动很小女生，又掀翻了你以往觉得她高冷的形象。你双手抱胸挑着眉道：“我也没想让你还，或者你可以想想用别的方式还我。”别的方式？白青夏微微歪头，不知道想到了什么，突然表情古怪。见你笑着看他，他迅速移开视线，耳垂却出卖了自己，又变得红扑扑的，总感觉这耳垂尝起来会是樱桃味。你在心里想着，继续带着白青夏在超市里溜达。其实这一幕你已经幻想了十几年。你曾多次想过，倘若那天拦下了白青夏，就是带着她在超市里胡吃海喝一通也行，虽然可能会被家里的老头吊起来打，没想到今天如愿了。你抬起双臂枕在脑后，开心的哼起小歌。白青夏不明白你为什么这么开心，但他好像也没那么伤心了。很快二人又来到了一块区域，白青夏一怔，随即害羞的扭头就走。站住！你喊住他，严声道：“如果你不想今天的事传到学校里，我告诉你，我可是坏学生，坏学生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听到这句话，白青夏双手搂着你脖子，两只耳垂通红，神情羞得不行。你则眼神澄澈的连忙开口：“没，刚刚脚麻了，现在好了。”他连忙站起身，朝着体育老师尬笑了一声。王平奇怪的看了他一眼。你站起身后，双手托住白青夏的双腿，见少女要滑下来，他又往上颠了颠。这一刻，世界再次挤压在自己的背上啊！你无法形容这种感觉，非要形容的话，只能说对青春时期的软妹子这个词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名利场上的软可能是假体硅胶，但此时此刻的软绝对是真材实料。以后谁要是能娶到她，那也太幸福了吧！就是抱着抱一整天都不腻啊！背着白青夏来到台阶旁，你微微俯身，让白青夏拿上自己的书包，然后又往前走了2步，让白青夏也拿上她的书包。把我书包挎我脖子上就行，很重的，脖子会疼。白青夏的声音近距离的响在耳边。陆远秋见他一手一个书包，怕他胳膊累着，便加快了些速度前往校医务室。你看不到的是，少女此刻的面庞上已经露出了那宛若春日暖阳般的笑容。谁推你的？看到没？没。那你有怀疑对象吗？没。你诧异的回头，余光是少女一脸平静的面庞。你无语道：“你是怕我给他们一点 color CC 是吧？”白青夏啊，陆远秋啊，服了 you。来到医务室，你背着白青夏转了一圈，却没见到医生在哪，人呢？你又转了一圈，还是没找到人，只能先将白青夏放到了铺着白色一次性床单的床上。少女坐在床边，两只脚尖刚刚接触地面。你又找了一圈，还是没看到人。算了，我自己来。你干脆的喊了一声，搬了个小板凳坐在白青夏对面。白青夏却突然夹紧双腿，警惕的问着：“干嘛？”陆远秋，看看你是单纯的扭到脚，还是脱臼，还是骨折呀？白青夏两边耳垂都红了，却语气清清冷冷的问着：“你会看？”废话，我在乡下老家经常给村里的老母猪正骨。白青夏不解，老母猪为什么会？突然间他意识到了什么，羞恼的抬起拳头捶了下陆远秋的肩膀。后者哈哈一笑，同时伸手抓起了白青夏的右脚。他脚上的帆布鞋很干净，但是鞋底边的裂纹很多，裂纹甚至已经发黄，看样子买了很久了。你褪下他的鞋子，一只干净的白袜子映入眼帘。白青夏害羞的咬着嘴唇，双腿夹得紧紧的。可你接下来的一个动作却让他羞恼的几乎要抬起脚踹死他。你临阵起手，把足弓极美的白袜脚递到鼻子边闻了闻。白青夏都没反应过来，就听你奇怪的问道：“都1天了，请问你脚为什么还不臭？你有病啊！”纵使白青夏这么高冷文静的一个人，此刻也忍不住破口大骂。你撇撇嘴，将白青夏收回去的右脚又重新抓在了手中。白青夏挣扎，你便霸道的在他小腿上猛拍了下，老实点。白青夏屈辱的服从，眼神却嗔怒的瞪着他。你褪下对方的白袜，直至露出一段白如凝脂的小腿肌肤和白中带粉的小脚后跟才停下。然后你伸手捏着微微鼓起的雪白脚腕。白青夏连忙闷哼一声：“疼吗？”少女羞涩的点头：“那我轻一点。”你边说着，一边用双手一左一右包住她雪白纤细的脚腕，然后慢慢扭动，感受着骨骼此刻的状态。片刻后，你神色稍显轻松的开口：“小事，就是扭到了，肿的也不大，涂点红花油就行。”说完，你站起身，转身在后面的抽屉里寻找着，果真看到了半瓶红花油。学校里学生扭伤脚腕是常有的事，估计遇见这种情况，校医也就是给对方涂点这玩意。你重新坐回到小凳子，将白青夏的右脚放在自己膝盖上，准备开始上手涂。可下一刻，白青夏却将脚收了回去，表情不自然的开口：“我自己涂。” Big bang！ 你抬头朝坐在床上的少女呵斥一声，白青夏右腿一僵，你顺势又将她的脚重新拿了回来，并顺势指责：“特殊情况有什么好害羞的？真服了你们这群小女孩，扭扭捏捏的。”你重新将对方的右脚霸道的放在了自己的膝盖上，还在嘀咕：“我又不会对你的脚做什么。”可没过几秒钟，白青夏便语气清冷的问道：“涂脚腕而已，为什么要把我整个袜子脱了？”你抬头：“我有吗？”白青夏咬唇质问，你又
手上是什么？你低头看去，发觉自己右手上拿着刚刚脱下来的白袜，左手上则是一只玲珑小巧悬在半空的雪白玉足，这脚心真粉嫩，还没盯着看上几眼呢，白青夏便羞恼地将脚缩了回去，还神情不善地夺回了自己的白袜子，中间不忘瞪上陆远秋一眼，那嫌弃的眼神仿佛是在打量着一个恶心的练脚癖。自己背过身涂完后，白青夏穿上袜子和鞋，背上书包便离开了校医务室。你追在后面解释道：“不是，你听我说，我的手有时候是不太听自己使唤。”白青夏不理他，埋头在前面走着。二人离开后，校医务室里面的小房间打开，躲在里面的2个男人从里面走了出来。穿着白大褂的年轻校医身后是一位中年男人，他是高3的年级主任，名叫葛浩。高3学生们在私底下亲切地称这位年级主任为葛日天。校医有些无语地开口：“葛主任，看个痔疮而已，学生来了你提上裤子就是了，非要拉着我躲起来干什么？”葛浩脸色铁青地拍了拍对方的肩膀：“小吴啊，大白天2个男人在小房间里，我还正巧在提裤子，你觉得学生们会怎么认为咱俩？”被称作小吴的校医突然表情定格。此时已经放学，白青夏说要回班级学习，一边放任对方走向教学楼，自己则走向车库，准备提车回家。等你推着自行车来到校门口时，还是忍不住想起了白青夏扭伤的脚。这丫头的家也不知道住在哪，远不远？这个情况难道要一瘸一拐地走回去？你叹了口气，在车座上拍了下，无奈转身重返教学楼。今天送她回家吧。来到高328班的教室窗外，你缓缓放慢脚步，停了下来。空无一人的教室里，白青夏并没有在学习，她在讲台上一瘸一拐地挪动着脚步，拿着粉笔擦，正努力地点着脚擦着黑板上的板书。下午第3节课是历史课，而历史老师是个1.9米的男人，就喜欢把板书写得高高的，所以白青夏擦得有些吃力。她努力地举着板擦，右手抬得高高的，校服袖子都向下落去，露出雪白纤细的小臂，可还是够不到黑板最顶上那宛若狂草一般的板书。你的视线默默移向黑板的值日角，上面写着黑板讲台陆远秋讲台上。白青夏丧气地垂下胳膊，实在够不到，她原地缓了片刻，随后深吸口气，嘿呦一声，单脚跳了起来，用力地将胳膊抬起伸直，要去够黑板最顶上。可就在黑板擦即将触碰到板书的时候，白青夏的视野中出现了一只大手，那只大手从她的手中夺过了黑板擦。白青夏扭头，脚后跟随之落地，受伤的脚腕却让她忍不住往旁边倾倒过去。陆远秋见状连忙抓住她的胳膊，重新将其拉了回来。少年少女四目相对，白青夏却宛若做了亏心事被发现了似的，连忙向后倒退，忐忑地开口：“你不是回家了吗？”你盯着他没急着回答，一下又一下地掂着手中的板擦，然后举起来轻而易举地够到了最上面的板书。你将黑板擦干净，然后将板擦扔到讲台上。怪不得我以前从不擦黑板，老师却从来都没在第2天找过我麻烦。我问你，是不是每次都是你帮我擦屁股？你说到这扶了下额头纠正道：“我是说帮我擦黑板，不是屁股。”白青夏将面庞扭向一边，不与你对视的开口：“不是。”少女说完，眼神有些做贼心虚似的慌乱，她又抬头匆匆地看了你一眼，道：“没别的事，我要继续学习了。”说完，她转身就要走下讲台，你连忙拽住她胳膊：“今天别学了，你脚受伤了，我先送你回家，回家再学。”不用你送。白青夏立即拒绝。你皱眉：“那你家住哪？远吗？”不远。你半信半疑地看了她一眼，也说不准白青夏只是不想让陌生人去她的家，毕竟这丫头挺有自尊心的，所以你没有强迫对方，你只是耍无赖的开口：“不用我送也行，但你只能学到6点半，6点半一到必须回家，我就在班里盯着你。”白青夏转身看你贝齿轻咬红唇，眼神幽怨：“那我不学了，现在就回家。”你笑着点头：“哎，这就对了嘛。”等他收拾完了书包，你便走向教室门口。讲台上这时又传来动静，你回头看去，你发现白青夏在认真地清理着讲台上的粉笔灰，而你作为值日生的任务的确包括黑板和讲台2个部分的。这丫头还说没再帮我做值日，这都做全套了。对方清理完讲台后，这才背着书包走过来，低着头，表情不自然地从你旁边快速走过。你笑了声，跟在后面。冰山死傲娇这5个字突然间变得具象化了。你推着自行车和少女一同来到学校门口，2人准备分道扬镳。不过你还是拍了拍自行车后座道：“要不还是我送你吧，不麻烦的。”白青夏攥着袖子，表情为难地看着他：“不用了，我爸爸如果看到有陌生男生接近我，你一怔会怎么样？”白青夏低着头，声音低低地开口：“他会拿着棍子追着人打。”听到这个，你猛地挑了下眉毛：“你爸这么猛？”白青夏脸上的神情闪过一瞬间的尴尬，他攥着袖子轻轻点头，然后转过身朝着相反的方向走去。你喊道：“喂！”白青夏转身疑惑地看着你，你无奈道：“懂不懂礼貌？放学回家不说再见吗？”白青夏闻言，清冷的脸蛋上罕见地露出笑容，他轻声道：“拜拜拜拜。”你原地露出笑脸，笑容充满了慈祥的味道。望着少女有些踉跄但问题不算太大的步伐，你转过身放心地骑上自行车，朝着家的方向驶去。听到身后的动静，白青夏也紧跟着回头，他盯着你骑单车的背影，驻足站立许久，直到你骑车消失在人群中，白青夏才回过身。他迎面望向天边橙色的晚霞，抬手将发丝撩到耳后，被霞光映照成金色的清纯面容上挂着淡淡的微笑。一蓝一粉的2个书包渐渐地从卢城7中的校门口分隔开来，马路对面，手抓笔扎年糕的叫卖声悠扬地响着，似乎在这一刻喊出了什么叫做岁月静好。我要努力学习，我要发愤图强，我要考上985、211，我陆远秋要成为卢城状元。回到家后，你在客厅里脚踩板凳，手指天花板，朝着爸爸陆天、妈妈苏小雅发出壮志豪言一般的呐喊。听着儿子的咆哮，妈妈可爱的鼓着掌。坐在桌边的陆天却嗤笑一声，朝地上吐出了嘴巴里的瓜子皮。你突然觉得爸爸年轻时长得有点像魏翔，尤其是刚刚嘲笑自己的那个镜头。陆天看向旁边的苏小雅，嘲笑意味十足的开口：“瞧瞧，年级倒数第一都喜欢做这种完不成的梦，看来距离我把比尔盖茨踩在脚下成为首富的梦想也不远了。”苏小雅嗔怒地拍了下陆天的肩膀：“哪有这么说自己儿子的？你就不能鼓励一下？”陆天再次嗤笑，毫不在意地嗑着瓜子。你冷笑：“抱歉，我上学期期末考试是年级倒数第2，进步了。”突然间，陆天手中的瓜子抖落在地上，他震惊地望过来：“真的假的，儿子？”不怪他有这种表情，因为陆远秋已经连续2年蝉联年级倒数第一了。当然是真的，有人缺席考试，我自然成了倒数第2，下次月考再也不用坐在最后一个考场最后一个板凳了。陆天脸上笑容凝固，他随手将瓜子丢在盘子里：“娘的，听这小子讲话又让老子浪费了几秒钟的生命。想当年100分的卷子老子能考37分，你呢？150分的卷子只能考20几分，真他妈一代不如一代，老子的学霸基因你是一点没继承。”你沉默，貌似找到了自己学习差的原因。陆天说完摆摆手：“算了，对牛弹琴，我去看超市了。”苏小雅疑惑道：“不是有刘阿姨在吗？你去干嘛？”陆天：“她孙子出生，辞职回家照顾去了，现在超
超市缺人手。听到这，陆远秋心中一动，连忙开口：“爸，我有人选可以接替刘阿姨的工作。”谁？我同学。学生啊？那看个屁！你连忙拽住小老头哀求道：“他晚上放学可以看超市，工资给少点不就行了？”陆天闻言默默思索着，也是，把他学习给耽误了。你高考就能少一个对手。你看着陆天，虽然感慨对方脑回路清奇，却还是嘴角抽着，故作笑脸的竖起大拇指。还是爸你觉悟高啊，不愧是当年能考37分的学霸。陆天得意昂头，那是。苏小雅默默摇头，这父子俩废了。陆天笑着拍儿子肩膀，行，明天带他来找我面试，我去超市了。爸爸离开后，你打量着客厅疑惑道：“陆以东呢？”苏小雅瞥了眼女儿的房门，开口道：“你回来之前，他刚被我跟你爸训了一顿。”为什么？苏小雅小声跟儿子说道：“你妹妹最近跟65中校门口的一个傻子走得太近了，被老师反映了。我和你爸担心她受欺负，对方虽然是傻子，但总归是个男的。”就在这时，陆以东的房门突然被打开，小萝莉的脑袋从里面钻了出来，大喊道：“背带裤叔叔不是坏人！”他站在门口，穿着可爱的粉色小熊睡衣，撅着嘴巴，气鼓鼓、愤愤不平的样子，然后又立马关上门。看着这一幕，客厅的母子俩大眼瞪小眼。听妈妈小声的又解释了一遍，你这才明白，原来是妹妹的初中，也就是卢城65中门口总是有一个憨憨傻傻的中年男人在那游荡，被学生们称为傻子。但听到陆以东喊他背带裤叔叔，你又突然间回想起了这段记忆。你的初中也是65中，而那个傻子叔叔在你上初中的时候就已经在校门口游荡了。这个叔叔虽然憨憨傻傻的，但是长得很英俊，穿着也很干净，很显然他被家里人照顾得很好，而且他很喜欢穿着一件蓝色背带裤，看起来有些反差萌。不过在你上初中的时候，其他初中生就很喜欢欺负这个背带裤叔叔，要么朝他丢石头，要么故意在他后背上打一下，然后立马笑着跑远，要么一群人围着他念顺口溜。这个时候背带裤叔叔总是会束手无措。初中的时候你看不惯，你会上前喝止，但是你记得有个同校的女生更加看不惯，这个女生有次甚至直接抱着一根扫帚就朝着那群欺负人的初中男生们冲了过去，将男生们赶跑。那一刻你觉得她很帅，像一位英姿飒爽、维护世界和平的女英雄。不过你不知道她名字，只记得这个女生瘦瘦的，头发很长也很乱，脸被挡得严严实实。也许是这个女生很照顾背带裤叔叔，所以背带裤叔叔看到她总是会露出笑容，跟看自己女儿似的，表现得十分亲切，甚至会开心的手舞足蹈。盯着妹妹的房门，陆远秋突然间沉默了下来。在上初中的时候，就有个女生坚定地保护着那个背带裤叔叔。按照时间，这个女生应该跟自己一样已经上高中了，所以背带裤叔叔失去了保护者，所以妹妹算是接替了那个女生，继承了那个女生的正义精神，选择继续保护65中门口那个到处游荡、只会憨憨傻笑的背带裤叔叔吗？想到这，你扭头看向妈妈说道：“妈，我觉得你应该了解事情原委后再决定要不要批评妹妹啊。”苏小雅一愣，你这时却起身朝着妹妹的房间走了过去。14岁的小萝莉房间内置十分少女，粉色的床、粉色的桌椅、粉色的毛绒玩具、粉色的墙纸与海报，一走进去，仿佛一脚跨进了粉色的海洋里，精致而又浪漫。没办法，她是爸妈亲生的，你是垃圾桶里捡来的。不过在你的印象中，白青夏似乎也很喜欢粉色。进来干嘛？陆以东坐在床边抱着毛绒熊，抬头看向哥哥，撅着小嘴，神情十分不悦。你靠在门旁，双手抱胸，笑着道：“告诉你个秘密，我上初中的时候跟那个背带裤叔叔关系也不错。”听到这句话，陆以东小脸一愣，真的？你点头，因为那个叔叔很可爱，很和善，从来不会欺负人，但却有很多初中生欺负他，所以我保护过他几次。陆以东意外地看了自家哥哥一眼，从初中就被冠以坏学生的哥哥，竟然还有这么善良的一面。陆以东点头，没错，叔叔很好的。今天中午我还看到一个很漂亮的姐姐，很好心的坐在马路对面的台阶上喂他吃米饭呢。你不置可否。除了那些喜欢欺负他的初中生，背带裤叔叔在65中那边其实很受欢迎，毕竟他干干净净，长得帅，人也很善良，但很可怜也是真的。不知道他为什么那么执着于徘徊在65中的校门口，好像有执念似的，就算经常被初中生欺负，也不愿意离开。白青夏缓缓转过身，脸颊通红的开口：“我不要卫生巾，不要。”我掐指一算，包里一片，身上夹着一片，你就剩2片了。见白青夏气得攥起2只小拳头，却又无言以对的样子，你翘起嘴角，拿起货架上的一包卫生巾，便朝着他扔了过去。接好，少女连忙微微一跳，抬手接过。你看的脑袋上下一晃，目光错愕，又忘记关字描了。怪不得印象里白青夏很少单独穿一件短袖，原来是有原因的。在欠条上将欠的物品补充完，趁着你转身的空隙，白青夏悄悄地将手中这袋包装精美的卫生巾拿到鼻子旁闻了闻，她的目光中带着几分惊奇和诧异。原来这种真的有香气，她之前用的都是散装的，没有香味，有时候还能在里面看到小虫子的尸体，需要一个一个揪掉。就在这时你转身，白青夏吓得连忙将东西都丢进了书包里，精致的容颜又恢复成清清冷冷的模样。是不是有人在敲门？你竖着耳朵犹豫地问着。白青夏往后退了几步，朝着超市大门的方向看去，果然看到外面人影攒动，她轻轻点头。你走了过来，二人一前一后走向大门，你突然停下，回头认真地看着他，好好走路，注意看车，安全回家，明天正常上学，只要你听话，今天的事就当没有发生过，知道吗？白青夏不明白你为什么会说这些，但他能看出来这个少年并没有恶意，一个贴心到能注意文具袋破损的人，能坏到哪里？白青夏轻轻点头，随后胳膊呈45度角抬起，将欠条认真地用双手呈递了过去，给你。你突然间觉得他总是喜欢用双手递东西的模样很可爱，一时间忘了伸手，白青夏便表情严肃地将欠条塞到了你的口袋里，这张欠条会一直算数的。好，二人的视线触碰在一块，白青夏首先移开目光，你帮他打开了超市的门，出现在外面的人却让你们2个同时一愣。超市门口是3个看起来青春靓丽的少女，为首的一个长相甜美，梳着2条麻花辫，穿着碎花短裙、白袜、皮鞋，一副甜妹打扮的模样。胡采薇，你有些猛。的确，你才想起来，8月30号在白青夏离开后半小时左右，胡采薇就带着朋友来了。胡采薇也很猛，她竟然看到白青夏和你这8竿子打不着的2个人出现在同一画面里，这太稀奇了。你心中不禁冷笑，呵，既然体育委员投票乌龙事件的当事人都在场了，那今天这件事就该做一个了结了。你朝白青夏道：“白同学，你等等，先别走。”你只是想让白青夏留下来看看待会儿的好戏，因为这个女孩到死之前都不知道自己曾经的一次小小善举，竟然给别人做了嫁衣。说起来真的是一段让人很窝火的记忆。当年你像班里的众多舔狗一样暗恋着胡采薇，在得知胡采薇给自己投了唯一的一票后，你就更加的死心塌地了。但面对你的热情，胡采薇就像是对投票这件事不承认不否认的态度一样，她对于自己跟你的关系也是不承认不否认，礼物照单全收，相处时却保持距离，说是在毕业之前的这段时间里算观察期，让你好好表现。于是
于是你悟了，爸爸这头给超市进货，你那头给胡采薇送货，舔狗的姿态让14岁的妹妹都鄙视不已。可毕业之后，你没考上大学，胡采薇上了个2本。大一时期，你依旧不忘初心的给胡采薇邮寄各种东西，胡采薇依旧全收。当你准备给她打电话时，胡采薇却以学业繁忙拒绝。直到她大2，你才得知胡采薇已经和一个学长交往1年了。知道这个消息后，你心如死灰，你发愤图强，开始创业，吃上了互联网带货的风口，靠着家里的积蓄把产业越做越大，最终在30岁出头就已身价过亿。那时候，胡采薇被前夫抛弃，一个人带着孩子，而你虽然对她没什么执着了，但念着当年的情谊，又对她帮助不少。直到在咖啡厅得知当年的那一票并非胡采薇所投，你突然很想笑。你似乎在那一刻才真正的认识到，这么多年来你为了这个女人做了多少的荒唐事。生气也还好，经历了那么多，早就不在乎了。但当你知道真正的投票人是死在15年前的那个少女时，你是真的生气了。真好，人生已重来。此刻，白青夏安静且乖巧地站在门口等待着，怀里抱着2个书包。胡采薇出现后，她又恢复了平时在学校里那番清冷的模样，给人一种生人勿近的距离感。你突然觉得这种清冷的外表也许是她一贯的保护色。可以啊，陆远秋都跟白青夏说上话了，那你觉得白青夏漂亮还是我漂亮？胡采薇双手搭在收银台上，阴阳怪气的话语中带着几分酸味。你冷笑，你是大脑发育不完全，还是小脑完全不发育？非要自取其辱？家里没镜子，撒的尿也是哑光的吗？当然，胡采薇长得是漂亮，穿着也光鲜亮丽，可这些跟白青夏那张足以魅惑众生的初恋脸比起来，根本不算什么。但白青夏没朋友，平时很高冷，所以男生们基本不会打她的主意，这就让胡采薇成了班里炙手可热的女神人物。一旦白青夏跟男生们有交流了，胡采薇便有危机感了，语言上对她没意义。陆远秋坐在收银员的位置上，淡淡开口：“他来买东西。胡同学今天要来点什么吗？”胡采薇觉得今天的陆远秋给她一种怪怪的感觉，往细了说，就是平时面对她时那种小心翼翼的感觉没了。面前的你眼神中透露着一种社会人才有的老练，不过这也只是感觉，兴许是今天女生多，这家伙在硬装。采薇，你同学家里真开着超市啊？这超市好大。旁边的女生捂着嘴巴，诧异的说道。胡采薇有些得意，她很是爽快的摆摆手：“是啊，你们随便看看，喜欢什么尽管拿，今天我请客。”2个女生露出了羡慕的表情，也不客气的在超市里挑选了起来。白青夏默默的看着，心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你暗恋胡采薇这件事，她其实很清楚。没多久，那2个女孩便开心的抱着一堆薯片零食走了过来，通通放在了收银台上。她们是真的过来吃自助的，而胡采薇也照旧拿了几盒口香糖和饮料。她踮着脚探了探脑袋，声音甜甜的开口：“陆远秋，给我们拿2个大袋子吧。”好，你干脆利落的应下，开始将商品一个个扫码。胡采薇却突然愣住，忍不住开口：“你在干嘛？你一本正经扫价格呀？你们不是来买东西的吗？”听到这句话，胡采薇身后的2个女孩默默对视了眼，表情诧异。她们小声嘀咕着：“采薇不是说不用给钱吗？”听到好友的议论，胡采薇面子上有些挂不住，她蹙眉：“陆远秋，你今天怎么这么小气？一点吃的而已，又不贵。”你听笑了：“是啊，又不贵，你都说请客了，付不起吗？”胡采薇哑口无言。站在一旁的白青夏眨了眨眸子，很是意外的看着这一幕。其实，在班里，你的那些舔狗行为，她一直都默默看在眼里的，但今天的你好像变了。身后的2个好友传来的视线让胡采薇觉得后背火辣辣的，她很尴尬，紧接着生气的抬起双手，用力的拍了下收银台。“陆远秋，别告诉我你认真的，我真的生气了。”陆远秋，你看你又急，生气了又怎么样？大白天抢劫？胡采薇表情一怔，你今天的表现太不正常了。突然间，她想到了一种可能，试探的问道：“你不会是昨天看到了我跟班长在商场一起逛？”陆远秋，你怎么这么小心眼？我跟班长就是偶遇。陆远秋，抱歉，我昨天在家里睡了一整天，没去商场。那你今天怎么回事？我很正常啊，买东西付钱不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吗？白青夏同学，你说对不对？白青夏闻言将脑袋扭向一边，不搭理，因为他刚刚偷了东西，他觉得自己没资格回答这个问题。要不算了吧，采薇，我们也不是那么想吃东西。是啊，采薇，犯不着因为这个生气。胡采薇的2个好友看不下去了，你的逻辑无懈可击，他们就是想帮胡采薇说话也帮不了，因为事实上胡采薇跟你也只是同学关系罢了，并没有更进一步的关系。胡采薇不愿作罢，拿出杀手锏：“陆远秋，告诉你，班长昨天跟我表白了。”他说完轻哼一声，昂起白皙的下巴补充道：“没错，就是在昨天的那个商场。”你闻言一笑，开口道：“让我猜猜，你是不是没答应，也没拒绝？跟班长说的是学业为重，等毕业了再说。”被无情拆穿，胡采薇当场哑巴了，她脸色通红，破防的开口：“陆远秋，你什么意思？”你摆摆手：“没什么意思，买不买？不买就放回去。”眼瞅着2个朋友要走过来拿东西，胡采薇立即拦下：“你们2个等一下，今天这件事不是付不付钱的问题，是他的态度问题。陆远秋，你就是这么喜欢我的，在我面前就是这么表现的，你信不信我明天就去答应班长的告白？”下一刻，让胡采薇气得太阳穴突突的一幕出现了，你鼓着掌一边笑着一边唱着歌，表白快乐，祝你快乐，你已经找到了更好的。见到这一幕，白青夏微微抿嘴，清冷的面庞也有些绷不住了，想笑出来，但是发现你朝他看过来后，白青夏又连忙撇过脑袋去，眼神有一瞬间的慌乱。你昨天肯定去商场了，陆远秋，你会后悔的。胡采薇说完便拉着2个朋友要离开超市，后面突然传来一声站住。胡采薇翘起嘴角转过身去，怎么这么快就后悔了？你用力的拍了下收银台，吓了那3个女生一跳。后悔个蛋，拿的东西给我放回原处。胡采薇嘴巴微张，站在原地双手发抖，眼眶也不自觉的红了。他的2个朋友早就在学校里听过你的恶名，于是赶紧走了过来，将所有的商品重新放在了原处。做完这些便赶紧来到了胡采薇的身边，走吧，采薇，走走走。胡采薇被一拉二拽的离开了超市，临走前还泪眼汪汪，眼神十分委屈生气的望着陆远秋。